现如今，浩瀚无边的攻霸平原的边际上，早就人满为患，天上地下到处都能看到各方来者的身影，甚至还要如山峰一般巨大的身躯在天际奔腾，就连妖族的强者也都来了。各方强者就像是发现了美食的虫群，蜂拥而至，将这美食自四面八方团团包围。只不过这个美食不是用吃的，而是用来看的。此处将要上演的乃是一场视觉盛宴。而此刻，经过一番赶路之后，楚风与百里悬空也终于已来到了攻霸平原。只不过当看到眼前的攻霸平原之后，他们如其他人一样，皆是不由眼前一亮，露出了惊叹之容。此刻在那浩瀚平原之上，竟出现了一个封锁天地的巨型阵法。那阵法不仅坚固无比，更是几乎覆盖了整座攻霸平原，形成了一座无边无际的堡垒，庞大到令人叹为观止，心中震撼。并且在那堡垒的下方有着无数个小门，通过那门便可以进入其中。那些门应该遍布堡垒的四面八方，方便各个方位来的人都能够进入其中。不过别看那门此刻全部开启，但却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入的，唯有100岁以内的小辈才能进入其中。超过100岁者若是想要擅闯，不仅会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弹回来，更是会身负重伤，哪怕5地级的强者也无法闯入。这阵法未免也太了不起了，绝对是大手笔啊！尽管这堡垒制造的很是完美，可是楚风还是看到了隐藏的龙纹，这说明这是龙纹极界灵师的手段。但这阵法太强，却也不是寻常的龙纹极界灵师能够布置得出来的，这是绝对的大工程，绝对的大手笔。这等防御程度的阵法，简直可以与远古遗迹内的阵法相媲美。莫说是我，怕是连4品5地也未必能够闯入这阵法之中。难怪那发邀请函的人能够那样轻易地闯入我青木盛会，此等手段真是令人赞叹。此刻就连百里悬空也是赞叹不已。只是这攻霸平原如此出名，平日里来此处之人应该也是不少，就没有人看到是何人布置了如此厉害的阵法，建造了如此坚固的堡垒吗？楚风好奇地问道。听闻1年前开始，攻霸平原卷起狂风，那狂风遮天蔽日，覆盖了整座攻霸平原，寻常人根本无法踏入其中，就连5地也是不行。之前看那邀请函上说，这最强小辈争霸会要在攻霸平原举办，我还有些担心，毕竟这里的条件如此恶劣。但现在我似乎明白了，之前攻霸平原上的狂风应该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百里悬空说道。我知道了，老祖的意思是说，是那建造这堡垒的人不想让人知道他建造了这堡垒，所以先故意制造了那狂风，让人无法靠近此处，从而在此期间完成了这巨大的工程。这么说来，东帝传人早就有意举办这场盛会，否则不可能花这么长的时间建造这样一座堡垒。楚风说道。多半如此。百里悬空说道。真是有趣，东帝传人的力量还真是不容小觑啊。楚风笑着说道。是啊，看来这一战哪怕是你也不会轻松。百里悬空说道。若是那样才更有趣。楚风笑了笑。好，就是喜欢你这无所畏惧的态度。去吧，我只能陪你到这里，后面的路都要靠你自己走了。百里悬空轻轻地拍了拍楚风的肩膀。此刻感受到百里悬空落在他肩膀上的手，楚风知道百里悬空对他乃是寄予厚望，于是说道。弟子不敢保证定能获胜，但我一定会全力而为。我相信你小子的本事，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是老夫的骄傲。去吧，我在此处等你。百里悬空说道。随后楚风便向那浩瀚的堡垒行去。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没有露出真容，不仅披着隐藏气息的披风，还带着隐藏面容的斗笠，可谓将自己伪装得很是彻底。因为他知道4大地族的人此刻肯定已经来了，他绝对不能暴露身份，否则很可能还未走入那堡垒，便要死在4大地族的手中。而事实上，楚风猜对了，早在他们来到此处之前，4大地族的人马就已经来到了此处，并且如今他们已在攻霸平原内秘密汇集。那是攻霸平原地底深处，在那堡垒之外，由界灵师临时打造的地宫。此刻在这地宫之内聚集着千军万马，全部都是4大地族的精英。而在地宫的最深处，更是齐聚着4大地族派出的代表。这4位不是4位族长，而是4位太上长老，4位4品5地。为了捉拿楚风，4大地族可谓派出了他们目前可以派出的最强战力。我说我们连楚风那小鬼会不会来都不知道，结果我们这些老骨头便全都先来了。不仅如此，还带出了我4族的地龙印，这是不是有点太将那个叫楚风的小子放在眼中了？他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们这样兴师动众吗？北斗地族的太上长老满面皱纹，苍老无比，可眼中却是寒芒毕露，不怒自威。而此刻最为耀眼的却并非是他，而是他手中的那四四方方、光芒闪闪、直径1尺的金色大印。这印上不仅刻画着栩栩如生的金龙，更是散发着极为强大的地威。而这样的大印，在东方地族、西门地族、南宫地族的3位太上长老手中，也都纷纷握着一个。此乃地龙印，乃是地兵，只不过这地兵不会认主，而是需要强大的地级血脉才可催动。地龙印威力极强，是4大地族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目前为止也是4大地族最珍贵的宝物。此次4大地族的4位太上长老不仅率领4族精英出征，还纷纷带出了地龙印。由此可见，他们对楚风的重视程度。你是没见过那小子的本事，等你见到了，就不会质疑我们的决定了。南宫地族的太上长老说道。他也没有亲眼见过楚风，可他却见过楚风放出的修罗恶灵，并且与那恶灵交过手，所以他才知道楚风有多可怕。我倒是不会质疑几位老伙计的决定，只是觉得一个区3品5地和一个区小辈，让我们4个亲自出马，还动用了地龙印，实在是太兴师动众了。就算是杀了他们，也是胜之不武，怕是会被世人取笑啊。北斗地族太上长老说道。
就算被取笑，也总比留下祸根，日后让我4大地族消亡要好。之前我们已经因为大意错失过可以铲除他的机会，这次一定不能再错失，否则祸患无穷。南宫地族太上长老说道：“此子既然拥有能够镇压我地级血脉的力量，自然是要铲除的。只是你们能够确定他一定会来吗？”现在几乎整个5支圣土都知道这场小辈争霸会邀请了楚风，我们都知道要借此机会来此处铲除那楚风。难道那楚风就不知道我们会来此处埋伏他？若是他明知我们会在此处等他，他还来此的话，那此子也未免太胆大妄为，太不将我4大地族放在了吧？北斗地族太上长老说道：“他本就不将我4大地族放在眼中，否则怎么会做出那种事？所以那楚风才必须铲除，那个使用朱砂笔的人也必须铲除，楚风的同党一个都不能留。”西门地族的太上长老缓缓开口了，他并未见过楚风，也并未见过百里玄空，可是当其提起2人之时，却是杀意极重。先不说他们会不会来，可是以他们2人的伪装手段，就算来了，我们又怎么分辨拿出他们？更何况这攻霸平原现在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那座堡垒怕是我们4个动用地龙印都闯不进去。楚风若是进入其中，就算露出真容，我们也抓不到他。东方地族的太上长老有些担心，早已经让白眉仔细看过这堡垒了，的确不是寻常的界灵师可以布置的。但白眉身为龙纹级界灵师，对这阵法还是能够看出一二的。他说，虽然这阵法现在是全封闭状态，但这阵法却是可以转换的，只要阵法转换，这阵法便会化为透明的，里面的情况我们在外面便能看见。到了那个时候，楚风有没有来，我们自然就会知晓。南宫地族说道：“若是真这样，那就简单了。按照你们所说，只要那楚风来了，那个用朱砂笔的家伙肯定也会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网打尽了。”北斗地族太上长老说道：“放心，只要他们来了，必让他们死在此处。”西门地族的太上长老话到此处之际，看向了那堡垒的方向，忽然间他杀意丛生，与此同时，他手中的地龙印也是开始微微颤动。此种情况之下，其他3位太上长老手中的地龙印竟然产生了共鸣，于是也随之颤动。而这种情况之下，明明只是地兵的4个地龙印，竟如人一类样发出了浓郁的杀意，甚至那杀意比西门地族长老的杀意还强横，就仿佛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灭掉那威胁到他地族血脉的楚风一般。在4族太上长老藏于平原深处商讨如何处风之时，在平原之外的某处，一个老和尚正席地而坐。这老和尚的身旁摆放着一坛上好的美酒，身前则搭建着一堆篝火，篝火之上一个巨大的羊腿已然烤熟，散发着阵阵诱人的香气。老和尚也不怕烫，一口羊腿，一口酒，那叫一个自在。这样一幕引得路人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嗤之以鼻，指指点点。和尚不食酒肉，这乃是人们心中的一个标准，而凡是食酒肉的和尚，那一定不是好和尚。而对于路人的指指点点，这位老和尚也是全然不理，只是看着那堡垒，低声说道：“据我所知，在5支圣土之中，能够在1年时间内打造出如此堡垒的人，不超过3个人。而那3个老家伙，在这1年之内，似乎都守在自己的老窝，没有动过。看来日后5支圣土10仙之中，又要加上1位了。工地传人，真是有趣。这5支圣土还真是藏龙卧虎，不知道还有多少位强大的存在，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名字。但不管怎么说，楚风这小子这次真的是遇到对手了。”与此同时，在攻霸平原的天际之上，层层白云之巅，寻常人根本无法到达的高空上，一袭白裙忽然凭空而现。这是一名女子，此女不仅身子妙曼，凹凸有致，面容也是颇为俊俏，有着几分姿色。可是此女却偏偏有着一股凶神恶煞之气。不仅如此，她还有着一头雪白的长发，让人只看一眼便不寒而栗。此刻，此女目光扫视下方，看着那不断向巨型堡垒涌入的人潮，嘴角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我的徒儿，师尊来看你了。此刻，楚风已经进入了堡垒之中。进入此处，楚风发现这堡垒竟是透明的，尽管在外面根本看不到堡垒之内，可是在堡垒之内却能清楚地看到堡垒之外。如此强大的防御力，还有如此特殊的效果，真是让楚风越发佩服这堡垒建造者的手段。而除了这透明的堡垒外，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茂密的丛林。丛林还未踏入，楚风便感受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那里面肯定不简单。而在那丛林之外，还有着多个巨大的牌匾，牌匾上牌字体清楚地告诉了楚风等人这场最强小辈争霸赛的规矩。这场争霸赛将在3日后正式开始，开始之后，人们要向着堡垒的最中心行去。这一路上将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唯有最快抵达堡垒中心的前20人才有机会进行最强小辈名号的争夺。不过在此之前，人们还要穿过这茂密的丛林，才能抵达那通往堡垒深处的入口。这同样是一场考验，通过设置各种关卡来淘汰掉大部分人，这倒是一种颇为省事的方法。楚风了解此处的规则后，便径直地踏入了那丛林之中。丛林之内，凶兽横行。经过楚风的感知，大概确定在这丛林内的凶兽，最弱的是1品武王的修为，不过最强的也不过是6品武王的修为。这种修为的凶兽不能说不强，只是对于楚风来说实在太弱。再加上距离这盛会正式开始还有足足3日时间，楚风也不着急赶路，而是慢悠悠地在丛林内行走。救命！救命啊！可是忽然之间，楚风听到了阵阵呼声。听着这个声音，楚风赶忙动用天眼望去，真是禽兽。看到之后，楚风眼眸闪烁，涌现出丝丝怒意。呼救的是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年龄与南宫茉莉相仿，已然快进少年，不过他的修为可远不如南宫茉莉，只是2品武王，且没有展现出逆天战力。眼下
他正被10至2品武王的凶兽围攻，情况岌岌可危。毕竟此处的凶兽不管修为如何，可也不是寻常的凶兽。而楚风之所以动怒，可不只是小男孩被凶手围攻，乃是因为在小男孩的身旁还有3个修为在5品武王境界的男子。那3名男子乃是天道府的弟子，以他们的修为，明明可以立即斩杀凶兽，救出男孩，可他们不但没有出手，反而在一旁冷笑连连，简直一副要眼睁睁看着凶兽将小男孩吃掉而不管的架势。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想必是因为那个小男孩的衣着打扮以及腰间的令牌。这小男孩同样是3府弟子，只不过他不是天道府的弟子，而是德玉府的弟子。3府不和，楚风早有听闻，尤其是天道府与德玉府之间，似乎过节更是极深。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否则楚风想不到3个成年男子对一个孩子见死不救，并且还在一旁冷嘲热讽的理由。虽然3人可以不救，但是楚风绝对不能见死不救。虽然天下不公之事太多，可楚风忍受不了3种人被欺负，一个是手无缚鸡之力之人，一个是女人，最后一个便是孩子。眼见着小男孩情况危急，楚风随手一抓，自身旁的大树上折下一根树枝，掌心一动，那树枝便被折成10段，随后猛然出手，只见刷刷刷10道寒光一闪而过，下一刻10道血光便飞射开来，那围攻小男孩的10只凶兽便同时倒落在地，尽管仍然张牙舞爪，面露凶光，可此时此刻却已是没了气息。小男孩此刻瘫坐在地上，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本以为大祸临头的他，忽然发现10指凶神恶煞的凶兽全都瘫倒在了地上，他一时之间还没有反应过来，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什么人这么爱多管闲事？给我站出来！此刻倒是那天道府的3位弟子率先反应过来，将那不满的目光投向了楚风所在的方向。多管闲事，什么时候出手救人成了多管闲事了？这是你们天道府的规矩吗？此刻楚风也是从林中缓步的走了过来，看着眼前的3人，楚风讽刺说道：好一个秉承天道乐于助人的天道府，我今日可真算是开了眼界，大胆竟敢污蔑我天道府，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其中2位勃然大怒，说话间便拔出自己的王兵，便要向楚风动手。住手！可就在这时，那中间的一位却是猛然拦住了另外2位，随后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这位兄弟，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只是想磨练一下这位小兄弟罢了，若是他真的有危险，我们定然会出手的。楚风轻笑一声，对于这种人的狡辩之言，楚风连理都懒得理。这位兄弟看来对我们误会很深啊，也罢，那我们就告辞了。见楚风此种态度，那男子倒也是不生气，而是拉着另外2名男子便转身离去。敢问是你救了我？此刻小男孩站起身来，你觉得呢？楚风笑眯眯地问道。我觉得就是你了。小男孩嘿嘿一笑说道，谢谢你救了我，我叫赵拓，不过你叫我小萝卜就好。他们都这么叫我。小萝卜？为什么叫你小萝卜？楚风问道。他们都说我长得像萝卜。小萝卜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忍不住笑了，他不说不要紧，听他这么一说，楚风再仔细这么一看，这小男孩的脑袋长得还真像是个小萝卜。我说小萝卜，这里这么危险，你怎么一个人跑进来了？楚风问道。说来惭愧，是我不听我哥哥的话，想一个人闯过这丛林，结果惹祸了，我想我又要挨骂了。小萝卜一脸害怕的说道。楚风看出来了，他的害怕不是因为那些凶兽，而是害怕被他的哥哥责怪。这样吧，帮人帮到底，我带你过去，过去之后等你哥哥来了，你可以告诉他是你自己闯过来的。楚风说道。真的？听得此话，小男孩顿时大喜。真的？楚风微笑着点了点头，这可真是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恩公，你叫什么名字？我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你。小男孩说道。不必了。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便向前走去，而小萝卜也是赶忙跟了过去，蹦蹦跳跳，很是欣喜。尽管已是武王修为，可却也是一副孩子心性，远没有楚风在此年纪之时的成熟。看到这样的小萝卜，楚风倒是颇为羡慕，能够如此无忧无虑，想必是没有受过苦难。而与此同时，在丛林的某处，那先前的3位天道府弟子正低头弯腰，气喘吁吁，显然他们在短时间内使用了极为厉害的身法武技，所以才会这般虚弱。真是的，好什么啊，一个无名小辈罢了，难道我们怕他？就是刘师兄，我就不懂了，为什么不让我们教训他，反而还要带我们跑？这不像你的性格啊。之前2位想要对楚风动手的男子很是不解地问道。你们懂什么？我仔细看了一下，那10只凶兽的伤口干净利落，绝非寻常人能做到的，至少我们做不到。这说明那人修为一定在我们之上。此次盛会，几乎5支圣土所有强横的小辈都来了，这堡垒之内乃是真正的藏龙卧虎，毕竟连楚风那种不要命的家伙都被邀请了，若是被我们遇到那个不要命的家伙，那我们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姓刘的男子说道。刘师兄，你开什么玩笑？先不说那楚风会不会来，就算他真的来了，也不会这要巧，偏偏被我们遇到吧。那男子嘿嘿一笑，虽然他这话说的很是轻巧，可是提及楚风的名字的时候，他的眼中明显的闪过一抹惧怕。我们当然不会遇到楚风，我只是打个比方罢了，这里高手太多，如楚风那般无法无天的也不在少数，所以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们还是不要与人动手为好，否则就算被人杀了，也没人为我们做主。姓刘男子说道。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白白吃了这个亏？其他2位说道。我天道府的弟子什么时候吃过亏？姓刘男子冷笑道。刘师兄，你的意思是？另外2位男子仍然有些不解。这场赛事整场开始还有3日，这3日之内，我天道府必然有高手来此，到时候咱们将此事添油加醋的讲述一番，那些师兄师姐们一定会为咱们做主，毕竟天道府的尊严
不容侵犯。姓刘男子继续冷笑道：“刘师兄真是高见。”听得此话，另外2人恍然大悟，脸上也都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对于那3人的算盘，楚风可不知晓。经过一番赶路，他已然带着小萝卜闯过了丛林。此刻浮现在楚风等人面前的，乃是一个开阔之地。在那开阔之地的对面，有着一个巨大的门，门上有一个时间，那是倒计时的时间。显然，当这门开启之时，也就是这赛事正式开始的时候。而此刻，在这开阔之地上，已是聚集了不少人，各方人马都有，甚至还有9世弟子的身影。而值得一提的是，4大地族的小辈却是一个都未能见到。眼下那些人都在各自安营扎寨，而楚风则是选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直接盘膝而坐，准备休息。偏僻的地方有个好处，那就是安静。楚风就喜欢这种安静。恩公，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小萝卜也跟在楚风身旁，而这已经是他第109次问楚风这个问题了。我叫楚风。不耐烦之下，楚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什么？楚风？你是楚风？听得此话，小萝卜顿时站起身来，瞪圆了双眼，一脸惊讶地看着楚风。你就是那个孤身一人勇闯天路，且成功自南方海域来到5之圣土的楚风？你就是那个在青木领域远古精灵的地盘触发了远古仙针的楚风？你就是那个加入青木山，被青木山诸多同门看不起，但却在9世盛会中击败9世所有弟子，一跃成为9世最强弟子的楚风？你就是那个在仙人岛练兵大会大放光芒，以绝对的天赋获得第1名的楚风？你就是那个因天赋绝伦而被南宫地族通缉，却在拜月云城4族大会上横扫4族小辈的楚风？小萝卜一脸惊叹地盯着楚风，很是认真地说道。听到这里，楚风倒是心中一动，说起仙人岛以及拜月云城上的事，这个小鬼知道倒也就罢了，怎么连楚风自外域而来触发了远古仙针以及青木山的事情他也知道？按理来说，知道这些事的人可是绝对不多。然而就在楚风匪夷所思之际，那小萝卜却又忽然龇牙一笑，随后说道：开个玩笑，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楚风，天下间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我说恩公，楚风如今可是一个大人物，4大地族玩了命的想要杀了他，你这个名字还是别随便说为好，免得招惹祸端啊。听到这里，楚风忍不住笑了，原来这个小子是在故意逗自己，他根本就不相信楚风就是那个楚风。对此，楚风也懒得解释，而是笑着问道：你对这楚风的事怎么如此了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辣椒师姐是那楚风的超级粉丝，得知楚风是青木山弟子后，花重金去向青木山的弟子打听楚风的事情，他知道也就算了，还经常在我们面前说，你说我能不知道吗？小萝卜说道。竟然还有这种事？此刻楚风也是颇为吃惊，想不到在的玉府中竟然还有人如此崇拜自己，而看样子还是个女子。不过说起来，那楚风还真是不得了，在逆境之中成长，而且速度极快。据说他刚到5之圣土的时候，修为似乎只是5军，可现在他的修为已是半帝，这速度太吓人了，我要是有那楚风的天赋可就好了。小萝卜一脸羡慕地感叹起来。小萝卜，你在说楚风什么坏话？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没什么。听着这个声音，小萝卜顿时肃然起敬，赶忙站得笔直，一脸无邪地笑了起来。显然他很是惧怕那说话之人，而顺声观望，楚风发现一名女子正快步行来。这名女子虽然长得不是多么出众，可身材却是极为火辣，属于那种一看身材便让人直吞口水的那种。先前开口的正是此女，眼下此名女子双眼发光，紧紧地盯着小萝卜，就像是在用目光严刑拷打一般。而在这名女子的身后还跟着一名男子，这名男子此刻面露怒容，也紧紧地盯着小罗看补。那男子乃是8品武王的修为，而女子修为更是9品武王，这个年纪这个修为已是不弱，至少放在9世已是极为顶尖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这名男子的面容竟与小萝卜有些相似，并且此男此女皆穿着与小萝卜一样的服饰，是得玉府的弟子。不用多想，楚风已然猜到他们与小萝卜定是一起的，而那名男子很可能就是小萝卜之前口中的大哥赵拓。你怎么回事？竟趁我不注意偷偷闯入那丛林？你知道那丛林有多危险吗？你死了不要紧，可你让我怎么向父母交代？怎么向爷爷交代？怎么向族人交代？果不其然，那名男子来到近前后，勃然大怒，指着小萝卜就是一通斥责。就是你看你小子做的好事，你都把你哥哥大萝卜给吓尿裤子了。紧随其后，那名女子也是开口道：辣椒，你说什么呢？我哪里有吓得尿裤子？听得此话，那大萝卜脸色一变，赶忙质问：还不承认？你看你裤子上。女子一脸坏笑的指向了男子的裤裆。这一刻，楚风发现那男子的裤子上的确有着一片被染湿的痕迹。这不是你告诉我？小萝卜不见了。我一紧张，把手中的水不慎洒到了裤子上吗？男子赶忙解释。哈哈，你看你这么紧张，小萝卜他没事不就好了，何必还要责怪他？你骂他，难道他心里会舒服吗？他年纪还这么小，你这样当众骂他，就不怕在他心里留下阴影？女子再度灿烂的笑道。男子看了看小萝卜，又看了看女子，有些无言。还是辣椒师姐好。此刻小萝卜大喜，知道辣椒师姐是在帮他。臭小子，你刚才说楚风什么坏话？而那辣椒师姐则是小脸转冷，再度质问起来。没说坏话，我是在夸楚风呢，不信你问恩公。小萝卜指着楚风说道。恩公。辣椒师姐与大萝卜皆是一愣，随后看向了楚风。是这样的，我途中遇到凶兽，是这位恩公出手救了我，并且是他将我带到这里的。小萝卜眼见着说漏了嘴，只能实话实说，就知道你一个人闯不过那丛林。大萝卜狠狠地敲了一下夏萝卜的脑袋，随后便走到了楚风近前。多谢这位兄台出手相救，在下赵开，
乃赵拓的哥哥。恩公若不嫌弃，称呼我为大萝卜便可。与我熟悉之人都这么叫我。大萝卜满面感激的上前施礼，叫我辣椒就行。他们也都这么叫我。那辣椒师姐也是凑了过来，虽然话说的随意，可是看向楚风却也是喜笑颜开。毕竟楚风救了小萝卜，他也是心生感激的，所以对楚风印象极佳。而楚风心中却笑了起来。这三人倒是有趣，彼此有名字都不叫，反而起了这样的外号。不过这样反而令楚风心生好感，毕竟往往只有关系极好之人才会这样起外号，并且肆无忌惮的叫着。幸会。楚风也是冲着二人抱了抱拳，敢问这位兄台如何称呼？大萝卜问道。哈哈，大哥，说来你一定不信，我的恩公可是有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名字。小萝卜抢着说道。了不起的名字？什么名字？快说来听听。辣椒师姐一脸好奇，兴致勃勃地问道。他叫楚风。小萝卜说道。什么？楚风？听得此话，辣椒师姐顿时柳眉微皱，随后便一脸认真地对楚风问道。你真的叫楚风？在下的确叫做楚风。楚风点了点头。然而得到楚风的确认之后，那辣椒师姐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不见，板着小脸说道。你改名字吧。听得此话，楚风不由笑了一笑，这么多年什么没见过，却第一次见到让自己改名的。于是他问道。为何？为何？你居然问我为何？好，那我就告诉你，楚风这个名字可不是谁都能叫的，你叫这个名字简直侮辱了楚风这两个字，改名字吧。辣椒一脸认真且态度霸道地说道。辣椒，你怎么说话呢？他可是救了小萝卜的恩人。此刻大萝卜有些急了，赶忙上前劝解。那又如何？他救了小萝卜，我也感激他，可他叫楚风这个名字就不行，这完全就是两回事。我跟你说啊，你赶紧改名字，否则别说我对你不客气。辣椒小脸通红的指着楚风，满含威胁的说道。恩公，辣椒他傻了，被那个楚风迷傻了，就是被四大地族通缉的那个楚风，你千万别与他一般见识。大萝卜见劝辣椒无效，于是赶忙对楚风解释起来。大萝卜给你脸了，你竟然敢说我傻了？辣椒撇嘴说道。你本来就傻了，你被那个楚风给弄傻了，那楚风有什么好？你们非亲非故的，至于让你这样吗？你这样下去，早晚让他给害死。大萝卜此刻也是失去了耐心。放肆！你可以说我，但绝对不能说楚风，记住，再说这种话，我就与你绝交。而此刻那辣椒的怒意更盛，与大萝卜不同，他是真的怒了，发自内心的怒了。楚风敢保证，说这种话的也就是大萝卜才安然没事，若是换做其他人，估计这个辣椒就直接动手了。辣椒姐姐，你们别吵了，他毕竟是我恩公，救过我的命，若不是他出手，我已经被凶兽吃了。见状，小萝卜也是赶忙开口。听得此话，那辣椒才冷哼一声，甩动衣袖，快步离去。恩公，你别介意啊，辣椒师姐的人其实特别好，只是她容不得别人说楚风半个不字，任何人都是不行。小萝卜也是满脸惭愧的向楚风道歉。没事的。楚风笑着摆了摆手，他自然不会生气，虽然明知道这辣椒不对，可是这辣椒这般不讲理，为的可是自己啊。所以楚风不仅不生气，反而觉得这个辣椒很可爱，只是他也很好奇，这辣椒为何会这样维护自己。他们在此之前明明没有任何交集。这位兄弟，你可让我们找的好苦啊，还以为你跑路了呢。辣椒离开没有多久，一道冷笑声忽然响起，顺声观望，5个人正向楚风走来。这是5名天道府的弟子，其中为首的2人乃是2位八品武王，而身后的3人楚风认识，正是今日在丛林中对于小萝卜遇险袖手旁观的那3人。而先前开口的那位，正是当时在丛林中向楚风解释的那位。此人果然阴险得很。大哥，之前在丛林里，他们3个不仅对我见死不救，还嘲讽于我。小萝卜对大萝卜说道。你们有事？得知情况后，大萝卜的脸色也是转冷。我们找他说事，与你们的玉府的没关系，赶紧给我让开，别没事找事。为首的那位八品武王很是强硬的说道。找我说事？那好，咱们去丛林里面好好谈谈。楚风说话间便向丛林走去。先前他已经放过那3人一马，想不到他们竟然如此不知好歹，找了2个八品武王就来找楚风的麻烦。楚风已经决定要灭掉他们，只不过此处人多眼杂，楚风哪怕隐藏着身份，也不方便直接杀他们。他已经被4大地族追杀，可不想再得罪天道府，毕竟天道府的能量可要比4大地族加到一起还要强大得多，所以他准备将他们带到丛林里去，神不知鬼不觉的杀人灭口。楚风兄弟，这件事因我弟弟而起，交给我们来处理吧。可就在这时，大萝卜却一把将楚风给抢拉了回来。楚风兄弟，哈哈，你说他叫楚风，可是横扫南宫地族小辈那个楚风，难怪要把我们带到丛林里去。莫非你是要杀人灭口？我好害怕哟！哈哈哈哈！听得楚风的名字，那5人捧腹大笑起来。而就在这时，5个石头飞射而来，直接落在了那5位的脑袋之上。这5个石头的力道虽然各不相同，但所留下的伤痕却是几乎相同，不仅全部砸在了那5位天道府弟子的后脑勺上，更是将他们砸得头破血流。什么人胆敢对我们出手？知道我们是谁吗？被砸之后，天道府的弟子顿时大怒，打的就是你们天道府的狗！你们不服？原来这出手之人是刚刚离开的辣椒德玉府。我们天道府与你的玉府井水不犯河水，你无缘无故对我们出手，是要挑起我们2府之间的战争吗？为首的八品武王暗含威胁的说道。井水不犯河水，放你娘的狗臭屁！你天道府在背地里对我地狱府做的龌龊事还少吗？赶紧滚，否则我不介意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好好收拾你们一顿。辣椒扫视了一眼远处那越聚越多的人海，说道。好丫头，算你狠。那男子咬了咬牙后，又看向了楚风，指着楚风说道。小子，你等着，与我天道府作对，没你好果子吃。放下狠话之后，他们便快步离去。
此处偏僻，还没人看到他们这个糗样，但他也害怕那辣椒把事情闹大，若是真的引起他人注意，发现他们被地狱府的弟子收拾，那回到天道府之后可是要受严惩的。毕竟他们这属于是丢了天道府的人，先前还威风凛凛，结果辣椒师姐一来就夹着尾巴跑了。辣椒师姐真厉害。小萝卜笑眯眯地说道：“那是自然，我去那边搭建了一个住所，我们去那边休息吧，毕竟还有3日呢，我们总不能在这里晒着吧。”辣椒指着人群所在的方向，的确有着一个刚刚建成的小型宫殿，那是由结界打造而成。原来这辣椒还是一位金袍界灵师。不过相比于这些，楚风更惊叹的是，这辣椒变脸的速度竟这么快。先前还怒气冲冲，此刻竟笑脸迎人了。太好了，有栖身之所了。辣椒师姐，我越来越崇拜你了。而此刻，小萝卜则是更加高兴了。你也一起过来吧。辣椒看着楚风说道：“不必了，你们去吧，我喜欢清静一点。”楚风说的是实话，他之所以来这里休息，就是因为这里清静。但是辣椒建造的结界房屋却是在人群嘈杂的地方，很多人都在那边安营扎寨了，那边可不安生。我说你不是这么小气吧？算了，看在你救了小萝卜的份上，你不用改名字了。辣椒撇着小嘴说道：“我并未生气，只是真的不喜吵闹。”楚风笑着说道：“你一个大男人的心眼怎么就这么小？那好，先前算我不对，这总强了吧？再说了，你若真不喜欢吵闹，我只要一个封锁结界，就可隔绝声音，隔绝视线，外面的一切都与咱们无关。”辣椒抱着肩膀继续说道，他是认准了楚风是在生气。楚风兄弟，让这个小辣椒给人道歉可是不容易啊，你就给他个面子，一起过去吧。我还带了不少好酒好菜，咱们也可以好好畅饮一番啊。大萝卜也是劝道：“对呀，恩公，一起去那边休息吧。”与此同时，小萝卜也是开口相劝：“那好吧，正所谓盛情难却，此种情况之下，楚风也是不好再度拒绝。”于是楚风便与大萝卜3人来到结界房间之中休息，而辣椒也是信守承诺，将这结界房间给封锁起来，不仅阻隔了声音，连窗口都给封了起来。辣椒师姐的结界之术真是太了不起了，好羡慕啊！我也好想做界灵师啊！小萝卜一脸羡慕地说道：“你若想要修炼结界之术，我便有方法，强行灌注精神力给你。可我劝你还是专心是修武吧，结界之术与修武之法，还是专心修炼一个比较好。当初你师姐我若不是因为像你这样羡慕界灵师的奇妙手段，非要我母亲给我灌输精神力，从而学习结界之术的话，我现在的修为也不会只是9品武王。若是当初专心修武，而不在结界之术上苦下功夫，不是我吹啊，如今你的师姐我，至少我也是半帝了。”辣椒拍着胸脯说道：“辣椒说的没错，一心不可二用，还是专心修武吧。”大萝卜也是劝道：“可是那楚风不就是借武同修吗？不仅修为料的，可还是蛇纹级黄袍界灵师。”小萝卜撅着大嘴说道：“你能与楚风比吗？楚风这种天才可是万中无一，不是亿万中无一的。”辣椒说道。切小萝卜撇了撇嘴，被严重打击的他不想再在这个话题纠缠。随后大萝卜拿出自带的酒水与食物，为楚风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可能是出于对楚风的感激，非要与楚风不醉不归。见大萝卜与楚风喝得高兴，小萝卜也是凑起了热闹。可是楚风如今百毒不侵，哪怕酒水再烈，又岂会让楚风喝醉？所以最终的结果导致大萝卜与小萝卜皆是大醉，酒气进入丹田，连本源都被影响。若不是楚风暗中出手解救，二人身体可是要受损的。但哪怕如此，二人还是陷入了沉睡，并且睡得很死。这种情况之下，便导致这封闭的结界房屋内只有那辣椒与楚风2人了。辣椒本就善谈，如今没了大萝卜和小萝卜与他说话，可把他憋坏了。最开始他还有些矜持，可是忍了一上午之后，终于忍不住了，便开始与楚风聊了起来，询问起楚风的身世。楚风感觉辣椒很有趣，自然没有告诉他真相，而是给自己随便安排了个身份，逗着他玩。经过将近2日的相处之后，楚风也是发现这辣椒如大萝卜所说，真是不错，大大咧咧，毫不忌讳，是一个真性情的女子。这样的女子可不多见。你到底长什么样啊？好歹也算朋友了，能不能把这斗笠摘掉，给我看看？你辣椒盯着楚风说道：“摘斗笠还是免了，我怕吓到你。”楚风说道：“切，什么样的丑男我没见过，姐姐就是没吓到过。没关系的，来给我看看你究竟长成什么样。如果真的是丑的不像话，姐姐我好歹也是金袍界灵师，可以替你整整容，免得你连个老婆都讨不到。”辣椒笑眯眯的说道：“你就这么想看我的样子？”楚风问道：“还好吧，毕竟是朋友，我觉得朋友嘛就应该坦诚相待，所以你应该用真面目面对我们。”辣椒一脸认真的说道。对于这辣椒的小算盘，楚风岂会看不透？于是狡诈的一笑，说道：“其实吧，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但却是有些不敢问。但既然你这么说了，我还是索性一问吧。只要你愿意回答，我就给你看我的样子，怎么样？坦诚相待。”可是你说的，楚风说道：“原来在这等着我呢。”辣椒撇了撇嘴，随后说道：“好吧，你问，你与那楚风非亲非故，为何对他如此维护？”楚风开口问道，这一直是他好奇的事。那你觉得一个人崇拜另一个人有没有原因？辣椒问道。有，我觉得凡事有因才有果，就比如喜欢一个人，要么因为日久生情，要么因为一见钟情。可就算一见钟情，也都有着原因，至少说明不管是对方的容貌还是气质，都符合内心期待的标准，所以才会一见钟情。楚风说道：“我觉得不需要，我只是听说楚风的事迹之后，觉得他很勇敢，很有胆量，也很有血性，对朋友重情重义，对敌人毫不妥协。这种人哪个女孩子不喜欢？不过我听说楚风好像没有女朋友，他该不会不喜欢女子，而是喜欢男子吧？”辣椒单手拄着小脸，做起了沉思状，随后又叹息道：“哎，无所谓了，反正我只是崇拜他，没有非分之想。若是有朝一日能够见他一面，我都知足了。”
话到此处，辣椒已经双手捧于胸前，眯起双眼，露出了一脸的花痴状。此刻，楚风颇为尴尬，尤其是那句“该不会不喜欢女子，而是喜欢男子吧”，真是让他心中一颤。怎么会有人有这种想法？他楚风明明是个直男啊，并且也是有女朋友的好吧，只是没办法公开而已。辣椒，你终于说实话了，你果然不只是崇拜楚风那么简单，而是喜欢他。就是想不到我辣椒师姐也有动心之人了，真是不容易啊。就在这时，小萝卜与大萝卜忽然自各自的房间跳了出来，看着辣椒，一脸猥琐的笑着。你们居然装睡！此刻，辣椒恍然大悟，小脸气得通红。其实刚醒没有多久，不过醒来后发现你们两个相处的这么好，便不忍心打扰你们，想让你们两个缓和关系吗？我们可是好心好意，千万别冤枉我们啊！大萝卜无耻的说道。真是可恶，竟然合起来欺负我！看我不好好教训你们这对臭萝卜！辣椒咬牙切齿的抬起小拳头，做出了要打人的架势。不要啊！见状，大萝卜抱着小萝卜，快速的掠出了房屋。站住！与此同时，辣椒也是追了出去。三人打打闹闹的离开后，楚风也是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在这结界房间内已经待了足足2日，出去晒晒太阳也是好的。而走出结界房屋后，楚风发现外面已是人山人海，此处这片土地聚集的人数之多，哪怕此处便有数十万人。然而这里可只是这堡垒的冰山一角啊！这样算来，此刻堡垒聚集的总人数至少也有几千万。人数如此之多，那其中的高手自然也就更多。半地级的强者，怕也是要以万来计算，至少出现在此处的半地级强者就已有近千人。虽然大部分都是年龄近100岁的老者，可他们却也有进入此处的资格，毕竟在5之圣土，100岁以内皆算小辈。但楚风发现，本打闹跑出去的辣椒、大萝卜、小萝卜3人，此刻却全部站在了门口。尤其是辣椒这丫头，目露凶光，咬牙切齿，一双小拳头更是在袖子里握得滋滋作响，并且此刻那满是寒意的目光正望向人群。而见到辣椒如此，大萝卜与小萝卜则是一脸的担忧，顺着辣椒的目光观望。楚风发现那是2名的天道府与1位人王府的弟子，他们的修为在6品武王至8品武王之间。这3个人不仅认识，此刻还正在交谈，而他们交谈的人竟是楚风。司马兄，你怎么如此确定？那楚风就不会来？莫非是你天道府已经收到什么消息？老实说，我本非常期待那楚风能来此处与众多顶级天才一战呢，毕竟他可是战胜过西门飞雪的人。人王府的弟子正好奇地问着。宋兄，你就别期待了。据我所知，那楚风不过是偷鸡摸狗之辈，根本就没什么真本事。他能击败西门飞雪，依我看这乃是谣言，绝非事实。就算西门飞雪败了，也是有人暗中帮他。以楚风自己的本事，绝不可能是西门飞雪的对手。而现如今工地传人邀请了他，人尽皆知4大地族定会来此抓他。这种情况之下，就算见那楚风100个胆子，他也不敢来。再者说了，这里只有小辈能进入，没有人背地里帮他。那楚风若是来了，只有被人虐的份，他怎么可能会来？所以啊，要我说，那楚风背地里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倒也还好。但是明面里的事，他可是不敢参与，毕竟他没有真本事。所以我敢保证，那楚风肯定不敢来的。天道府的一位弟子拍着胸脯保证道。不仅如此，言语之间对楚风尽是侮辱。放屁！你怎么就知道那楚风不敢来？你凭什么说楚风是偷鸡摸狗之辈？你凭什么说楚风没有真本事？果不其然，辣椒暴怒了，容不得任何人说楚风坏话的他，怎能忍受有人如此污蔑楚风？我还以为是哪里跑出来的狗敢来多嘴，原来是德玉府的丫头。小丫头，你这脾气够爆的呀！有脾气不是错事，但最好不要乱撒。我们谈论那楚风而已，关你屁事！天道府的弟子阴着脸说道，言语中也是充满了敌意。你议论楚风就关我的事，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看你自己是什么德行？你从上到下哪一点能比得了楚风？你有什么资格议论楚风？楚风能够征服魔兵邪神剑，你呢？我看你连寻常的半城地兵都没摸过吧？楚风胆敢去拜月云城，挑战4大地族威严，且凭借一己之力横扫4族小辈，你呢？除了在这里说人是非，你还能做什么？若是楚风站在你的面前，你可敢说先前的这番话？辣椒走上前去，大声质问道。本来那5人的议论还没什么，毕竟此处人数太多，谈论什么的都有，议论楚风的也不在少数。可是辣椒怒火冲天，嗓门极大，那如雷鸣一般的声音不仅淹没了其他人的声音，更是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到了他所说的话。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将目光凝聚过来，更有好事者大老远的从人海之中穿梭而来，想要近距离的看看热闹。毕竟辣椒那愤怒的语言，火药味极重，人们都知道这里怕是要有一场争斗将要发生。更何况这争斗是天道府与德玉府弟子之间的，这种好戏没人愿意错过。妈的，你个臭丫头，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上来就开口辱我，不给你一些教训，你当我天道府弟子是吃白饭的不成？那位天道府弟子被辣椒当众羞辱，觉得丢了脸面，竟拔出王兵向辣椒出手。然而不长眼的他却不知道辣椒是9品武王，修为要在他之上。当他刚刚拔出王兵之际，辣椒已是掠至他的身前，玉手抓住对方手腕，随后回身一扭，只听咔嚓一声，便将对方的胳膊拗断，随后猛然一脚将那位天道府的弟子踹了个人仰马翻，找死！见状，另外1名天道府的弟子急了，纷纷亮出王兵向辣椒攻了过来。可是技不如人的他们，如先前那位一样，只是1个回合便被辣椒全部掀翻在地。一群饭桶，也配侮辱楚风？辣椒拍打着小手，撇嘴说道：好一个地狱府的弟子，竟对我天道府的人出手，是觉得我天道府没人了吗？忽然之间，数道怒喝响起，
随后周围足足近100道强大的气息自四面八方向辣椒压迫而来，那是半地，足足近100道气息，全部是半地级的强者，是天道府的人。此处聚集着不少天道府的高手。当发现天道府弟子被地狱府的弟子打伤后，他们都是纷纷站了出来。足足近100道半地的气息，如无形的浪潮一般，自四面八方压迫而来，且只对准辣椒一人。辣椒再强，可也只是武王，面对近100位半地的威压，他顿时小脸苍白，左摇右摆，就如同大海之中的一片孤叶，只能随波逐流，甚是可怜。然而这情况还未持续多久，人群之中又有近100道半地的威压席卷开来，竟与天道府的半地威压形成对抗状态。替辣椒解了围，你天道府有人，我地狱府就没人吗？当那威压出现之际，足足近100道身影踏空而来，落到了辣椒的身前。这近100位半地强者，有男有女，年龄从30几岁到90几岁各不相同。最弱的乃是1品半地，最强的乃是3品半地，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标志，全部都是地狱府的人。与此同时，足足近1000位天道府的弟子与地狱府的弟子纷纷出现，分别站在了那些半地高手的身后。一时之间，人族最强大的2座势力天道府与地狱府形成了对峙状态。这一刻，在场的很多人都是赶忙后退，虽然他们在后退，可是内心却是兴奋不已。素闻天道府与地狱府不和，可是真正见到天道府与地狱府开战的人却是不多。今日竟有此机会看到天道府与地狱府交手，实乃人生一大幸事，这叫他们如何能不激动？三府果然不同，见到这一幕，楚风也是心中一动。旁人此刻看的是热闹，但楚风看的却是门道。在他看来，比起九世，这3府的弟子可着实够团结的，至少这同门有难，他们立马站出来撑腰的作风，是九世所缺少的。这也就难怪3府屹立5之圣土数万年而不衰，始终是人族之中最强大的存在。人就是要团结，只有团结之时，力量才会更大。可是在这尔虞我诈、利益之上的修武世界中，这种团结的精神已是越来越少。怎么，你地狱府是想开战不成？天道府中一位修为在3品半地的老者说道。这位老者年龄虽不过100，可他穿着的服饰却与天道府其他弟子不同，显然他在天道府内不是寻常的弟子，而应该算是一位长老级的人物。首先，就算开战，我地狱府绝对不怕你天道府。其次，只是你我还谈不上开战，毕竟我们只是地狱府的弟子，却代表不了地狱府，而你们一样。最后，你们天道府的诸多半地打压我的狱府一位武王弟子，并且还是一位女弟子，就算真的动起手来，理亏的也是你们。德狱府一位同样是长老，同样是3品半地的老者淡淡的笑道：笑话，我们为何打压他？那是因为他伤了我天道府的弟子。天道府为首的长老冷声说道：的确是笑话，他为何打伤你天道府的弟子？还不是因为你天道府的弟子先对他出手的，技不如人就不要自取其辱。德狱府长老讽刺的说道：强词夺理，无缘无故的，我天道府弟子岂会对一个丫头片子出手？还不是因为他羞辱我天道府的弟子。天道府长老辩解道：我羞辱他，那是因为他信口雌黄，污蔑楚风，敢污蔑楚风，他也不问问自己，他配不配？辣椒忍不住说道：你看自己都招了吧，那楚风恶事做尽，乃是大逆不道之辈。我天道府弟子就算说他又如何？倒是你与那楚风究竟是何关系？竟为他如此辩护？天道府长老问道：我与楚风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看不惯有人背后说他人闲话而已。辣椒说道：好一个看不惯说他闲话，这个丫头真是满身正气，本帅很是喜欢啊。然而就在这时，人群之中又有一道声音响起，与此同时，3道身影也是御空而起。这是3个年轻男子，每一位都拥有半地的气息，因为有所隐藏，人们倒是无法确定他们的具体修为。但这3个人出场后，人群之中却顿时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不因别的，只因这3个年轻男子的衣服上分别印着金、银、铜3个耀眼的大字。你们可是金恶人、银恶人以及铜恶人的弟子？金为恶，银为恶，以及铜为恶。忽然之间，人群之中一位白发老者怨念冲天的质问一声：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胸口有一个铜字的男子不屑地说道：师傅犯下的罪，徒弟理当来还。你们师傅罪孽滔天，你们做徒弟的也难逃干系。今日老夫就要为我马家死去的1341位家人报仇。老者说话之间，一股磅礴1品半地气息已然冲天而起，宛如万千嗜血的猛兽，向那天际之上的3人席卷而去，要将天际上的3人撕咬成粉碎。然而就在这时，那位胸口有铜字的男子则是探手对着那老者一指，而就是这一指，不仅将那老者的威压轰得烟消云散，更是洞穿了老者的丹田。丹田被破，老者顿时跪倒在地，大嘴张开，血水如注一般不断的喷洒而出，想杀我们，你也配？此刻那出手的男子发出了一声轻蔑的声音：3品半地。此刻在场的不少人都是为之一愣，3品半地在场的也不在少数，可是如这位一般如此年轻的却是少之又少。然而就在这时，又是一声巨响传来，那位吐血的老者竟直接被轰成了粉碎。原来又有人出手了，那位出手的正是3人之首，胸口有着一个金字的男子，而此男子的实力更是强悍，乃是一位4品半地。童弟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对于这种废物不要手软，直接杀了比较好。金字男子笑眯眯地说道，而先前与辣椒说话的人也正是他。知道了。此刻那位铜字男子也是听话的点了点头，果然是金银铜3大恶人的3位真传弟子，金为恶，银为恶与铜为恶，想不到会在此处遇到他们3个。
此刻在场的不少人都是剑眉倒数，目光不善。尽管天际之上的3位年轻人绝对可以算得上是5支圣土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可是此刻却几乎没人喜欢他们，不因别的，只因他们3人的师傅恶事做尽，臭名远播。但是这3位就仿佛看不到那四面八方不善的目光一样，尤其是那金维更是再度将目光投向辣椒，笑眯眯地说道：“这个丫头，本帅很欣赏你，不如做本帅的女人可好？”恶人弟子也敢打我地狱府弟子的主意，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知死活。还不待辣椒开口，地狱府那位长老便讽刺地开口了。而从他的言行之中，便可以看出他对恶人弟子是有多反感。这狱府的人也好意思自称天鹅，你还真觉得你们是什么好鸟？金卫嘴角微微抽搐，发出冷笑。在他看来，他们与的狱府不过是一丘之貉，谁也没办法说谁坏。毕竟德狱府之所以叫做德狱府，那也是因为做过很多凶残之事，手段之残忍，可以让一处天地化为人间地狱。我的狱府虽修炼地狱玄功，可却从不做滥杀无辜之事，因为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人。德狱府长老说道。听得此话，在场不少围观之人倒也是纷纷点头。德狱府的手段的确很是凶残，可他们就算杀人也是有所缘由，的确从未做过滥杀无辜之事，对妖兽都没有过，更别说多人了。尽管德狱府做事有时的确略显残忍，可他们也算是有着自己的道，这也是为何德狱府一直能够立足于人族之巅的原因，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犯过众怒。我地狱府就算修炼玄功，却也知道自己是人，不做害人之事，可你们却不知道，所以你们枉为人，而是猪狗不如的畜生。对于你们这种畜生，人人得以诛之。地狱府长老此话一出，地狱府众位弟子则是纷纷拔出王兵，对准了天际之上的金维3人。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是想找死吗？面对地狱府的架势，金维却是不屑一顾，轻蔑的一笑：天道府的恶人弟子现身，人人得以诛之。咱们先放下之前的恩怨，暂时联手，一同除掉这3个孽畜，以免他们日后再去害人。地狱府长老对天道府的长老说道：我天道府不屑与你地狱府联手。然而对于地狱府的话，天道府长老却是冷哼一声。他此话一出，在场的许多人都是眉头一皱，心中升起了鄙视之意。天道府真是有违天道之名，面对恶人弟子，最应该替天行道，为众生除害的乃是他们，而不应该是地狱府。可他们天道府不但没有率先出手，竟然还拒绝了地狱府的邀请。最可恨的是，他们不仅拒绝了地狱府的联手邀请，并且也没有表示要对付恶人弟子态度，这实在是太可恶了一些。看来你们是没有帮手了。金卫也明白了天道府不准备对自己出手的打算，所以他得意的一笑，随后抬手一掌，顿时天地一颤，磅礴的武力犹如无数座巨大的山峰从天而降，带着毁灭性的力量向地狱府的众人压迫而来。布阵！见状，地狱府长老大喝一声，随后地狱府的众人一同联手，布置出了一座磅礴的阵法，向那金维反攻而去。奈何金维不仅实力强横，战力也是拥有逆战3品，哪怕地狱府人数众多，可却也不敌他一己之力。一声巨响之下，地狱府已是人仰马翻，纷纷摔落于地。一时之间，除了辣椒之外，德狱府在场的每个人都是摔倒在地，纷纷受伤。所以此刻同样躺在地上的大小萝卜则是一脸茫然，看着许多半地境的强者都在口吐鲜血，可他们兄弟俩却连皮毛都没伤到，感觉很是不可思议。而他们自然不会知道，是楚风在暗中帮了他们。一群废物，不给你们点教训，还真当我们是病猫不成？一击得手，金卫笑得更为得意，随后他双眼微眯，将那无耻的目光投向了辣椒，说道：亲爱的，看我多疼你，你地狱府如此对我，我却不忍心伤你，可见我对你是真爱啊。而站在地上的辣椒扫视一眼那四周受伤的同门，顿时咬牙切齿，怒火升腾，找死！握紧王兵，大喝一声，辣椒便腾空而起，向那金卫攻了过去。然而面对辣椒的攻势，金卫只是意念一动，便用武力将辣椒束缚在了天际之上。丫头，你别不识好歹，本帅相中你是你的福气。金维那微眯的双眼已开始闪烁出隐隐怒意。嘿，辣椒吐了一大口口水，哈哈，金师兄，那丫头如此维护那个叫楚风的，可却完全不将你放在眼中，看来你在这丫头心中远不如那个叫楚风的呀。银维哈哈笑道：妈的，那楚风是什么货色，也配和本帅比？金维一脸不服地说道：成千上万个你也不如楚风一个，和楚风比，你永生永世都没资格。辣椒说道。听得此话，那金卫顿时大怒，四下问道：那楚风到底是谁？谁告诉老子？面对这样的金卫人们则是纷纷吃惊。楚风如今也算大名鼎鼎，可看金卫3人的样子，却好像真的不知道楚风是谁。不过仔细想想，人们倒也是人，恶人弟子除了与恶人作恶的时候常年闭关，不知外面的事情，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若不是因为工地传人的邀请，怕是这3个小混球还无法出山。别看我是不知道那楚风是谁，不过那些天道府的家伙似乎很是了解。银卫看着天道府的人说道：告诉我那楚风是谁？金卫也是将目光投向了天道府的人。听得此话，天道府长老眉头一皱，他之前没有对付金维他们，乃是想借着金维3人的力量消减一下地狱府的锐气，但在他看来，他没有对付金维他们已经算是高抬贵手，金维他们应该感恩戴德才是。但万万没想到，金维不仅不知感恩，反而当众以质问奴才一般的语气来问他们关于楚风的事情，这完全就是不将他天道府放在眼中。恶人弟子，劝你一句，做人要知道好歹。愤怒之余，天道府长老
说出了这样一句：“我知你妈的好歹，老子是在问你们，那楚风究竟是谁？”精卫恶怒喝一声，随后一掌轰下，一股强大的力量便从天而降，覆盖了天道府的大军。那力量比先前对着玉府的出手还要强横，只不过他有所留手，只是逼迫，而没有真的攻下。否则此刻天道府的众人非死即伤。快点他妈告诉我，否则我立马灭了你们！精卫恶目露凶光，狠狠地说道。这种情况之下，天道府的弟子们也都慌了，纷纷请示那位长老该如何是好。毕竟他们面临的可是生死危机，而很显然他们都不想死。无奈之下，那位长老只好先咬了咬牙，随后故作从容地说道：“楚风本是青木山弟子，可此子心术不正，不仅杀害南宫地族小辈，还偷走南宫地族的秘籍，如今已被青木山逐出师门，被4大地族联手通缉，是亡命天涯的阴险小辈。”他此话一出，众人心中对他们的鄙视顿时加重，不仅卑鄙无耻，还如此没有骨气，着实侮辱了天道之名，令人打心眼里唾弃。天道府的老杂毛，我只问你一句，若楚风在此，你可敢这样说他？辣椒愤怒地质问起来。那天道府长老颠倒是非，站在南宫地族的立场，将楚风形容得如此不堪，他自然无法忍受。我陈述的乃是事实，无愧于心，有何不敢？那楚风若站在我的面前，我不仅敢说，我还要替天行道，灭掉次子。天道府长老说道。我呸！面对恶人弟子，你不说替天行道，反而如奴隶一般低头服从，倒是对于没有在场的楚风，你大喊着替天行道，真是恶心。辣椒极为鄙视地说道。的确恶心。对于辣椒之话，有很多人表示赞同。今日天道府倒是算让我等开了眼界，什么秉承天道，惩恶扬善，皆是狗屁，还不如得玉府正气大义。甚至有人直接开口辱骂，在场的各方人物都有，有些也是出自大人物的弟子，所以不怕天道府的，自然也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让天道府的人脸色很是难堪，可却也不好反驳，毕竟他们的确是被金为恶给恐吓住了。众人陈述的也是事实，哈哈。不管那楚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我算看出来了，那楚风远不如我，至少做坏事他都没有做得光明磊落。我说丫头，你就别对那楚风死心塌地，还是跟我吧。而就在此刻，那金为恶则是哈哈笑道：“嘿！”辣椒再度吐了一大口口水，妈的，臭娘们，你可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好心让你做我女人，你不做，那我就让你做我的奴隶，想玩就玩，想打就打。现在老子就要当众玩你！说话间，敞开怀抱。与此同时，那被束缚的辣椒也是飘动裙摆，向那金为恶的怀抱飞去。尽管此刻辣椒卖力争夺，可却无济于事，毕竟他与金为恶的差距宛如天地之隔。此刻看戏已久的楚风，那斗笠之下的双眼寒芒闪烁，他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辣椒落入那金为恶的怀抱。不管楚风是什么样的人，在我看来，你都不配与他相比。可就在楚风准备出手之际，一道震颤天地的声音在天地之间响起。而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辣椒身前。而当他出现之际，金为恶束缚辣椒的力量也是被那位斩切开来。这一幕让在场的许多人都是神经一紧，因为此时此刻出现在辣椒身前的，同样是一位年轻男子，一头黑发扎成一个马尾，冷峻的脸庞散发着冰冷的气息。最重要的是，这位年轻人的修为竟与金为恶一样，也是4品半地炎邪。然而相比于其他人，楚风却是心中一喜，因为他已然认出那位来者乃是青木领域炎族小辈最强者炎邪。楚风真是没有想到炎邪也会来到此处，他更没有想到炎邪的修为进步的竟也如此之快。1年多的时间，他已是从1品半地成为了5品半地。没错，此刻的炎邪并非4品半地，而是5品半地。他是隐藏了修为，可是他瞒得过其他人，却瞒不过楚风。楚风一眼就看穿了炎邪的真实修为。这位姑娘，谢谢你为楚风辩解，下去吧，这里交给我便可。炎邪对辣椒说道。辣椒没有犹豫，而是赶忙飞掠而下，将大萝卜与小萝卜搀扶起来后，退到了楚风的身旁。你就是楚风？此刻金为恶对于半路杀出来的炎邪充满了怨念。我并非楚风，而是楚风的朋友。炎邪说道。那你是要替他出头？金为恶问道。这个世上能够与我一战的唯有楚风，而你还不配做我的对手。炎邪说道。狂妄！金为恶大怒，说话之间一掌轰出，强悍的武力化作一座金灿灿的武力大山，自天际之上向炎邪压迫而来。盛怒之下的他出手便是杀招。然而面对金为恶的攻势，炎邪却是面色不改。直到那磅礴的武力靠近之际，炎邪才抬起手臂，轻轻地甩动了衣袖。而当其衣袖甩动的一刻，顿时狂风大作，不仅瞬息将那武力化作的武力金山吹成粉碎，那狂风更是覆盖了金为恶、银为恶、铜为恶3人，席卷开来。而当那狂风过后，金为恶3人已是衣衫破烂，浑身是血的倒在了地上。虽然还都活着，可却只剩下了一口气。我说过，做我的对手，你还不配。炎邪再度重复道。竟是5品半地，他竟然还隐藏了修为，如此年纪便是5品半地，此子究竟是谁，竟如此之强？此刻众人纷纷赞叹不已，想不到楚风竟然有这样的朋友，就连大萝卜与小萝卜也是一脸惊奇。楚风乃是人中帝王，其朋友自然也非寻常之辈，否则怎配做楚风的朋友？辣椒一脸得意地说道。听得此话，大萝卜与小萝卜一脸无奈。辣椒对楚风的着迷已然到了疯魔的地步，恐怕在他的心中已无人可与楚风相比。想不到楚风那个胆小鬼还有你这样1号朋友。然而就在这时，人群之中一位白衣男子则是脚踏虚空，缓缓地走上了天际。这名男子眉清目秀，深藏不露，可只看一眼
人们便意识到这位男子绝非寻常之辈，因为这名白衣男子的气息也是五品半地。